大家買車圖的就是一個安心。很多人覺得多花點錢去賓士原廠或者是看原廠認證中古車 CPO 絕對不會踩雷，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業務牽着走，多掏了好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冤枉錢。沒錯，今天我們不談車子性能，我們直接來聊聊賓士展示間裡不能說的秘密。這支影片我幫大家整理了賓士業務最愛用的10大話術跟坑錢套路，不管你是要買新車還是二手車，看懂這些，保證讓你想被當盤子都難。第10個坑錢套路，原廠認證的加價文字遊戲。想象一下，你在網絡上滑到一台賓士原廠認證中古車，那漆面閃閃發亮，內裝跟新的一樣，完全就是你的夢想車。你興高采烈跑到展示間，正準備簽約的時候，業務突然笑笑的跟你說：“大哥，我們這個 CPO 原廠認證費用還要再加個5到8萬塊台幣哦。”聽到直接傻眼，對吧？網頁上不是明明白白寫着原廠認證車嗎？怎麼現場還要公道伯加錢？業務這時候一定會開始背稿，說什麼哇，這費用是包含我們原廠大大小小幾百項的精密檢查，還有整備的工本費啦。我告訴你，這根本是胡扯。既然這台車敢掛出原廠認證的招牌在網路賣，所有的檢查整理還有認證的成本本來就應該包含在車價裡了，這在國外原廠的規範裡清清楚楚，車商根本不能事後再巧立名目跟消費者多收這筆空氣費，他這等於是叫你付2次錢，擺明把人當韭菜割。遇到這種狀況，千萬不要摸摸鼻子當盤子，直接拒絕他，叫業務把原廠的收費規章拿出來看，問他到底是哪一項檢查還沒做。如果對方還在顧左右而言他，硬要強推，不用考慮，轉身就走。台灣和香港的賓士中古車水很深，原廠認證本來是買一個安心，結果反而變成黑心業務拿來宰客的話術，大家眼睛一定要放亮。第9個坑錢套路，惡名昭彰的 48V 電池檢查費無底洞。大家應該都知道，現在的高階賓士科技感爆棚，但科技越多，車主心裡就越毛。特別是2021到2025年間的 GLU、GLS 還有 E-Class， 裡面藏了一个讓所有台灣車友聽了都聞風喪膽的心臟 48V 輕油電系統。這東西聽起來很省油，對吧？直到它哪天突然顧路拋錨，只要這顆 48V 電池一掛，你的噩夢就開始了。車子完全發不動，拖回原廠，接待專員笑笑的跟你說：“大哥，這我們要先插電腦做個詳細檢查哦，一次基本診斷費5、6千塊起跳，甚至近萬塊。”結果呢，原廠只是幫你把故障碼消掉，電池強制重設，車子發得動了，叫你開回家。1個禮拜後，同樣的故障燈又亮了，車子再次顧路，原廠又要你再付一次檢查費。這種無限循環真的會讓人氣到中風。車商這招真的很賊，用插電腦檢查當名目，檢查費一筆一筆收，但根本沒有解決電池快死掉的根本問題。但真相是，賓士原廠針對這批 48V 電池其實發布過很多次軟體更新、召回通報、技術通報。如果你的車還在保固期內，這類維修跟更換根本就應該是免費出保固。原廠跟你要的每1毛診斷費根本就是多收的，那我們要怎麼自保？很簡單，車子進廠前先上網查一下這款車有沒有相關的官方召回公告或是技術通報 TSB。現在網絡資訊都很透明，別被業務牽着鼻子走。再來，如果車子過保固了，直接去找外面專修賓士的外廠或專精電機的老店。這些外廠大師傅對 48V 電池的通病早就摸透了，不但能精準抓到問題，更不會像原廠一樣用無限次的插電腦收費來吸乾你的錢包。記住這堂課，買車容易養車難，進場前自己先做功課，才能把主導權握在自己手裡，而不是讓你的錢包變成原廠的提款機。第8個坑錢套路， Service a Service B 大小保養的工單灌水陷阱。只要是賓士車主，一定都對儀表板跳出的 Service A 或者 Service B 提示不陌生，不就是定期回原廠換個機油，做個例行檢查嗎？結果等你要去買單的時候，看到結賬金額竟然要3、4萬塊台幣，甚至更高，你整個人當場傻眼。我只是換個機油，怎麼會貴成這樣？我告訴你，因為你的工單被業務灌水了。原廠最厲害的招數就是利用你定期保養的機會，在工單裡默默塞進一堆非必要的奢侈套餐，像是什麼燃油系統清洗劑、冷氣管道除菌、引擎油道清洗，甚至是輪胎充氮氣之類的。這些東西名字聽起來都很厲害，對車很好，但事實上它們跟車子的原廠保固完全沒有關係。這些多出來的錢純粹是送給原廠跟業務衝業績的大補丸。其實不論在台灣還是國外，賓士官方都有非常嚴格標準的保養手冊規定，手冊上沒寫的項目通通叫做建議延伸消費，也就是你可以選擇不做。原廠通常會利用車主想對愛車好一點，或者怕不照着做會沒保固的心理來坑錢。所以想要保住你的荷包，你必須學會拿熒光筆刪單。
老司機的自保秘訣很簡單，進場時直接跟接待專員說，我只要做手冊規定的標準 Service A 或 B 項目，其他所有的清潔劑、添加劑、副廠配備、雨刷精通通幫我刪掉，每一筆非標準的費用都要叫他明確列出來，並解釋為什麼要換。記住，你是消費者，不是原廠的肥羊。進場保養學會主動刪單，1年幫你省下幾萬塊冤枉錢，絕對不是問題。第7個坑錢套路，假高檔的原廠幽靈鍍膜。當你高高興興準備去簽你的賓士認證中古車，看到那漆面亮到能當鏡子，業務突然在旁邊補一句：大哥，我們交車前特別幫你做了頂級的陶瓷鍍膜，原價5萬，算你3萬塊就好，保證讓你車漆好幾年不用打蠟。聽起來很划算很專業，對吧？但我告訴你，你可能又被當肥羊宰了。很多原厂或車商口中所謂的頂級鍍膜，根本不是什麼專業職人施工，他們大多只是在洗車的時候拿一罐幾百塊的水鍍膜噴霧，全車噴一噴，水冲一冲而已。這種東西確實可以讓車子亮個2、3個禮拜，但只要洗2次車，保護力就完全掉光了。原廠用這種低成本的噴霧收你幾萬塊，根本就是暴利。真正的專業車體鍍膜工序是非常誇張的，師傅要先做深层洗車，去鐵粉，去柏油，還要經過好幾道工序的拋光美、熔、漆面修正，最後在無塵恆溫的環境下，一塊鈑金一塊鈑金，手工塗抹藥劑，還要烘烤。這樣一套下來，外面的專業汽車美容店收你2到4萬台幣是合理的，因為那是真正的血汗工時。原廠不管是時間還是設備，根本不可能在交車整備時幫你做這種細活。老司機的真心建議，絕對不要在買車的時候順便跟原廠買鍍膜。想要車子有真正的防護，簽完車之後直接把車開去外面信譽良好的專業汽車美容店做鍍膜。如果你非要在原廠做，請直接灵魂拷問業務，有沒有包含漆面拋光修正，鍍膜藥劑是用哪一排的，有沒有無塵室施工，保固書是哪一家的。記住，陶瓷、科技、頂級這些形容詞聽起來都很高大上，但沒有扎實的手工，它就只是一瓶昂貴的噴霧。保持警惕，多問2句，你的錢包才不會被原廠當塑膠。第6個坑錢套路，把預付保養合約打包塞進車袋的吸血陷阱。想象一下，你坐在賓士展示間，價格談好了，保險選好了，正準備開開心心簽字交車，這時候業務突然一拍大腿說：大哥，我們要不要順便把原廠的預付保養合約一起簽一簽？我直接幫你包進去車袋裡面分期，1個月只多個幾百塊，直接幫你省下未來幾年的保養費，超划算。聽起來很貼心，完全沒負擔，對吧？但相信我，這絕對是讓你多付幾萬塊利息的甜蜜毒藥。賓士原廠的保養套裝本身沒有問題，固定換機油、剎車油、例行檢查，價格算下來也合理。但問題就在於你把它拿去辦分期貸款。很多人買車一貸就是5年、6年、60到72期，進口車的車貸利率如果稍微高一點，算上複利，原本一個6、7萬塊台幣的保養套餐，等貸好貸滿之後，你實際上竟然平白無故多繳了1、2萬塊的利息給銀行和車商。這等於是你在為還沒做的換機油服務，天天在幫銀行付利息，這賬怎麼算都不對吧？真相是，這種保養合約只有在你手頭充裕、直接付現的時候才划算。既然都要買賓士了，每年的小保養、大保養費用自己定時規劃好預算，到時候現金點滿去付賬，絕對比你塞進車袋裡被扒皮還要省得多。老司機教你一招反制，簽約前直接叫業務把純車價的月付款和加上保養合約後的月付款2張試算表分開列出來，你自己拿手機計算機按一下，把月付款差額乘以總期數，看看你到底為了这個方便多付了多少利息。大多數人算完都會驚醒，發現自己差點又當了盤子。記住，口頭上的方便往往都是要用高額利息去換的。保持理智，拒絕車貸灌水，主導權才在你的錢包手裡。第5個坑錢套路，用安全恐嚇你的剎車碟盤，強迫中獎，儀表板跳出剎車警示燈，你開進賓士原廠，想說換個剎車來令片而已，幾千塊快去快回，結果你屁股都還沒坐熱，接待專員就拿着檢查單走過來說：大哥，你的來令片磨光了，而且連碟盤也吃鈎變薄了，為了安全，建議這2樣要一起換掉哦。本來預算幾千塊，結賬單打出來直接飆到3、4萬台幣，你付錢的時候心都在滴血。我告訴你，這就是原廠最愛用的安全恐嚇牌。沒錯，歐系車為了追求完美的制動力，碟盤材質確實配得比較軟，磨耗比較快。但事實上，一個原廠碟盤的壽命通常可以撐2套來令片，很多時候你只要單換來令片，車子一樣可以剎得穩當當。原廠業務常常是看都不看，時間到了或者看到稍微有一點點磨損，就直接叫你整套換掉，把消費者當自動提款機。真相是，賓士原廠對於碟盤磨損都有非常精準的官方最小厚度安全極限規定，單位是 mm， 只要碟盤厚度還在安全標準以上，也沒有嚴重吃鈎變形，它就是100%安全的。
老司機進場開槓的自保秘訣，當業務又在恐嚇你碟盤太薄的時候，不要慌，直接請他帶你去修車工位，叫技師用電子分離卡測後規，當場量給你看，問他現在量出來是多少毫米，原廠規定的安全極限又是多少毫米，只要數據還在安全範圍內，你就堅定地跟他說，這次我只要單換來令片就好，碟盤先不用。如果車子已經過保固了，直接去外面的歐系車專修廠，外廠的師傅甚至可以幫你把輕微吃鈎的碟盤拿去，車碟盤整平，花個1-2千塊就能讓舊碟盤重獲新生，根本不需要花幾萬塊去原廠換整塊新的。記住，注意安全是好事，但別讓原廠用安全2個字當借口，把你的血汗錢當作流水在花。第4個坑錢套路，高階車款的變相加價排單陷阱。想象一下，你終於存夠了錢，準備去簽一台夢寐以求的全新 G Class 或者是 S Class， 結果當你看到合約書的時候，当場傻眼，車價竟然比官方公告的建議售價硬生生多了50万、100萬，甚至幾百萬台幣。只要你開口問，業務就會用一堆高大上的專有名詞來唬你，什麼市場價值調整金、MVA、新車整備特裝套件，或者是專屬交車尊榮服務，名字取得一個比一個好聽，但這其實就是欺負消費者的變相加價。熱門車商最愛玩這招，因為車子太搶手，要排單排很久，他們就利用你想早點交車或是追求限量獨家的心理，把原本該包含在車價裡的整備工作包裝成高檔套餐強塞給你。你以為你多花幾十萬買到了什麼尊榮特權？錯了，你只是多花錢幫業務買單他的超高獎金而已，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價值服務。大家要明白一個真相，官方公告的建議售價定價本來就應該包含車子合法的交車狀態。車商如果想多收任何1毛錢，都必須清清楚楚列出明細。台灣跟香港的高端車主遇到這種狀況要怎麼自保？第一，絕對不要害羞，直接靈魂拷問業務，請問這多出來的50萬到底包含了什麼配備？請一項一項列給我看。只要你一認真對賬，他們那些包裝出來的話術瞬間就會破功。第二，多問幾家總代理經銷商，或者直接找實力雄厚的外匯車商、平行輸入商對比。台灣有些熱門車款在不同經銷商，例如中華賓士、德冠、賓航等之間的配車額度跟條件都不同，多打幾通電話，你常常就能用正常的官方定價買到現車，根本不用當盤子去付什麼市場調整金。記住，業務就是看準你想炫耀、想趕快拿車的心態才敢開口要錢，保持冷靜，貨比三家，才不會讓你的血汗錢變成別人的終極暴利。第3個坑錢套路 ，AMG 車主最常踩雷的輪胎鋁圈險陷阱。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你那台帥到不行的賓士 AMG 旁邊，看着那組超大尺寸的 AMG 專屬鋁圈，這時候業務走了過來，一臉貼心的跟你說：“大哥，台灣的路況你也知道，坑洞多，路緣石又高，我們原廠現在有推一個頂級輪胎鋁圈防護險，只要花個7-8萬塊，未來幾年內只要輪胎或鋁圈受損，通通由保險買單。”聽起來超有安全感，對吧？畢竟一筐難求，隨便一咖正常的 AMG 鋁圈回原廠報價，隨便都要5萬、10萬台幣起跳，傻子才不保。但我勸你簽字前先踩個剎車，因為這10之8九是個包裝精美的文字遊戲。這類高額的鋁圈險，車商最厲害的招數就是把魔鬼藏在條款明細裡。絕大多數的保單都規定只理賠結構性受損，也就是說，你的鋁圈必須要開到撞斷、嚴重變形，或是產生裂痕到會漏氣，影響行車安全的程度，保險公司才會賠。至於全台灣車友最常遇到的狀況，路邊停車不小心擼到路沿，把鋁圈刮出一大圈嚴重的擦傷，或是表面凹一塊，不好意思，保險公司一律判定這叫外觀件化妝性損傷，1毛錢都不會賠給你。你花了幾萬塊買這個保險，結果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遇到的刮傷，竟然通通要自己吞。這錢根本是放進原廠跟保險公司的口袋裡咬布袋。老司機教你最聰明的做法，簽約前直接把合約翻到理賠條款，用熒光筆畫出關鍵字，直接問業務：如果我路邊停車刮傷表面，你們賠不賠？請指給我看是哪一條。他如果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你就知道可以省下這筆錢了。台灣現在外面修復鋁圈翻新的店家技術早就神乎其技了，如果不小心刮傷，開去外面的專業店家做個鋁圈修復、烤漆甚至拉絲，2-3千塊台幣就幫你弄到跟新的一模一樣，把這幾萬塊的保費省下來，留着當未來的維修基金，絕對比送給原廠當盤子還要聰明幾百倍。第2個坑錢套路，柴油車主專屬的環保尿素暴利陷阱。如果你開的是賓士的柴油車，不管是休旅車、V Class 露營車，還是大名鼎鼎的 Sprinter 箱型車，你一定遇過這個狀況。開車開到一半，儀表板突然跳出大大的警告，請添加 AdBlue， 否則限制發動。第一次開柴油車的人看到通常會嚇一跳，回原廠保養時順便請業務處理。
結果業務笑笑地說：“大哥，我們幫你加滿原廠專用的高純度尿素啊，收你個4-5千塊就好，4-5千塊台幣。去加個液體竟然要花到幾千塊，我告訴你，這根本是欺負老實人的高級話術。”原廠最厲害的招數就是把 AdBlue 尿素包裝的好像是什麼高科技有毒加錯車子會壞掉的獨家秘方，讓你覺得給原廠加最安全，但真相是全台灣全世界的 AdBlue 尿素通通都是標準化的化学規格。這東西在台灣的大型加油站、汽車百貨或是大賣場，一大桶10公升買下來根本只要300-400塊台幣，而且加尿素的孔就在你油箱蓋旁邊，打開倒進去，前後不用2分鐘，根本沒有任何技術可言。連隔壁棚的大卡車司機是自己動手加宾士的電腦，通常會提早1000多公里就開始警告你，所以你完全有充裕的時間去加油站買來自己加，根本不需要驚慌。老司機的省錢小撇步，以後回原廠保養看到工單上有列添加尿素這一項，直接拿筆把它刪掉。平常在後車廂放一小桶備用尿素，或者油燈亮了直接開去有提供尿素自助加注槍的加油站，自己拿油槍一扣，幾百塊台幣直接搞定，把主導權抓回自己手上，看到儀表板亮燈，再也不用怕被原廠當韭菜割，這感覺有多爽，你知道嗎？第一個压轴大魔王，租賃車到期退場的恐嚇續約陷阱。想象一下，你的賓士企業租賃合約終於到期了，你高高興興把車開回原廠準備辦退租，結果接待專員跟業務圍着你的車轉了一圈，點交清單一拉出來，直接給你一記晴天霹靂。大哥，你這台車有很多外觀刮傷、輪胎磨損，按照合約，你必須先付10萬塊的整備折舊費哦。正當你驚慌失措的時候，業務突然拍拍你的肩膀，一臉貼心的跟你說：“哎，不過如果你現在馬上簽約，續租下一台最新款的賓士，這10萬塊我全線開給你，好不好？直接幫你扣掉，不用繳了。”聽起來是不是像救世主一樣？我告訴你，這招叫老謀深算。車商這招叫做制造焦慮、時間施壓。他們故意把所有正常的用車磨損，像是跑高速公路被小石頭跳弹傷到，正常的輪胎消耗，通通放大成嚴重受損。利用你不想當場掏10萬塊冤枉錢，又怕麻煩的心理，逼你趕快簽下下一條好幾百萬的租賃合約，好讓他們繼續賺你的利。息跟業績，但真相是，賓士原廠的租賃融資公司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對於什麼叫正常使用磨損，其實有一套非常公開透明的官方認證標準。很多業務嘴裡講的扣錢項目，在官方標準裡根本就屬於合理範圍，是不用賠的。如果你真的覺得被刁難，台灣的車友通常會選擇自己找第三方的公證單位，例如德國萊茵去做車況鑑定，拿着最具公信力的報告去跟原廠點交，你根本1毛錢都不用多付，更不用被逼着馬上簽下一台新車。記住，恐嚇永遠是業務最好用的銷售工具，但只要你有預防心理，保持冷靜，你就碰不到這個陷阱。好了，以上就是賓士原廠跟業務最常拿來割韭菜，把消費者當盤子的10大坑錢套路。這堂課的終極核心很簡單，買車養車，只要你自己有做功課，主導權就永遠在你的錢包手裡，而不是隨便被業務牽着走。買進口車是享受，不是去當冤大頭。如果這支影片有幫你省到錢，或是讓你看清了某些套路，請一定要幫我按個讚，分享給你身邊所有開賓士或者準備買賓士的朋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未來我會繼續帶大家揭開更多買車、修車、保養的內部大秘密。最後，我也很想知道，你們自己在台灣或香港的賓士原廠有沒有遇過什麼讓你氣到不行的話術，或者是被當盤子的經驗？歡迎在下面留言區一起來爆料取暖。我們下一支影片見，拜拜。